前阵子大法官做出了万众瞩目的死刑释宪案宪法判决，没有想到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死刑的团体，都对判决的结果有意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死刑宪法判决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在台湾，死刑存废可以说是一个历久不衰的超争议话题。每次只要发生重大的刑案，报章媒体还有网络上面就会出现大量的论战。很多人坚持死刑绝对不能够废除，但也有人认为宪法明明已经保障了人民的生命权，死刑却等于是在赋予国家剥夺人民生命的权利，显然已经抵触了宪法。那关于这个死刑到底有没有违宪的问题包含今年在内，其实大法官已经审查过了4次，而先前3次审查的结果全部都是合宪的。不过在睽违了25年之后，有不少人都猜测，今年大法官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解释。一方面呢，台湾已经有4年没有出现死刑的判决，也没有执行死刑；而另外一方面，目前废除死刑已经渐渐的成为了国际的趋势。那这整个案子的审理时间长达了好几个月。过程当中还找了8个专家学者以及机关的代表，以不同的立场展开言辞辩论。光是这场辩论就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另外呢，大法官也搜集了17份的民间意见书，汇整各方的想法，最后做成了洋洋洒洒26000多字的判决。在审判的那天光是宣读判决的摘要就花了超过半小时。那虽然最后审查的结果死刑依然是合宪，但对于死刑加了很多的限制，提高判决的门槛，引发了废死与反废死阵营的热烈讨论。所以今天的这一期呢，我们就会带大家快速了解判决的结果以及后续各方的相关讨论。而至于死刑存废的议题，因为之前我们有做过影片今天就不先讨论，有兴趣的人等一下欢迎再去找来看看哦。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玩闹的那种，把鞋子丢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是有遭受过那种关系霸凌，到底是单亲家庭会说什么？你就是没妈啦！台湾的学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校园内的各种暴力问题真的这么严重吗？在短短的5年之内呢，霸凌通报案增加了快2倍。有2成多的学生表示他被霸凌过。即便霸凌的通报量有在增加，但霸凌黑数可能没有降低多少。以前好像都会发那种霸凌问卷调查，就不会有人写说自己被霸凌，因为很多的学生觉得讲了也没有用，或是担心老师会越处理越糟糕。校园内暴力的另外一个主题是师长言语暴力的问题。你不知道导师的权力有多大？不觉得自己很烂很无耻吗？高达45.3% 的中学生表示，他们曾经经历过老师的言语暴力。一群男同学趁下课时间包围坐着的男学生，好几个人出拳又出脚。快点把这个白场！制服男突然起身踢了他。霸凌事件，校园霸凌，校园霸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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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凌。死刑是中华民国刑法里面最严厉的处罚，所以相较于其他的罪行死刑判决的标准还有程序都比较复杂。除了要经过3级3审的检验之外呢，判决定验之后，还要将资料送到法务部，由检察总长再审查过，确认一切都没有问题、没有争议，已经没有非常上诉的理由，才会交由法务部长签署死刑执行令。那最近几年因为人权意识、国际压力、担心冤案等等的因素，法务部呢很少签署死刑的执行令，所以之前被判死刑但都还没有被执行的人，都还是长期的被关在看守所里面。目前这样的人总共有37个，他们在监所被关押的平均时间已经来到20年。那这一次的释宪案呢，主要是由死刑犯里面最年长已经72岁的王信福呢所提出来的。1990年，王信福被指控呢涉入了一场杀警案，被判处死刑。但因为证据充满了争议，所以王信福这个名字呢，长期以来都是冤案救援的重点对象。今年3月，监察院调查报告认为王信福案属于冤案，而司法院也受理了包含王信福在内37位死刑犯提出的死刑是否违宪的释宪案申请。这个案子的审理让大法官们出现了激烈的分歧。虽然最后宪法法庭依然是认为死刑合宪，但12位参审的大法官里面呢，有6位对于判决的结果其实是不完全认同，在某些细节有不同的意见。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合宪的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根据判决说，大法官认为生命是一切权利的基础，无比重要，所以对于侵害生命的人，法律可以用最严厉的刑罚，也就是死刑来守护国民的权益。
这样不只可以发挥嚇阻犯罪的功能，也可以让杀人者承担相应的罪责。另外呢，大法官也提到，死刑的存在符合多数国民的法感情，所以综合上述的考量，最后判定死刑合宪。不过，虽然这次大法官依然保留了死刑的制度，肯定它的价值，但大法官的判决书呢也特别强调，因为死刑是最严厉而且无法挽回的刑罚，所以死刑的适用标准跟程序应该要有比其他的处罚有更高的要求。因此，这一次的判决呢，大法官也对死刑提出了更多的限制。首先，大法官认为必须是杀人这种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才可以适用死刑，而且也不是杀人就能够判死，还要考量犯罪的一切情状。举例来说呢，犯人必须是决心刻意要置人于死地才算。但如果他犯案的时候没有明确的意图要让对方死亡，而想着例如我就是要打你，你受伤或死掉都无所谓，那这种呢可能就不到可以判死刑的程度。而在程序的部分呢，大法官要求从侦查开始到所有的审判程序都必须要有律师辩护。以前第3审的时候呢，可以用书面审查，也要改成这个强制开庭进行言辞辩论，让被告跟辩护人可以充分的抗辩。那如果被告在犯案审判或是执行的时候，因为患有这个精神疾病或者是心智缺陷，导致他缺乏行为或判断能力，无法为自己辩论，也不能够对他判处死刑或执行死刑。另外，大法官还要求各级的法院，如果要判死刑，必须要合议庭法官议致决。白话来说，就是所有参与审判的法官都要一致认同才能够判处死刑。那如果是国民法官审理的案件，也需要职业法官都投下同意票才能够判死。首先，由于目前所有的死刑犯都是申请人所以判决结果全体都适用。只要他们过往判决当中有任何一项实体或者是程序要件没有符合这次宪法判决标准，就可以提起非常上诉来救济。有学者就指出，因为过往的判决的评议是不是一致决这部分并没有公开，所以搞不好37个死刑犯都可以尝试翻案。另外，由于这次宪法法庭呢对于死刑判决增加了不少原本没有的要件，所以判决也有提到要请相关的机关修法。那这个部分呢，法务部已经回应他们会修改现行的规范，也强调他们会针对目前的死刑犯逐案审理。不过，大法官的这个判决结果以及后续可能会出现的发展，都让很多人非常不能够接受，包含了反废死以及支持废死的两边立场，都可以说是骂声连连。首先，反废死阵营批评大法官设下这么多严苛的要件，根本就是变相废死，未来要达成死刑的标准越来越不可能了。他们觉得大法官的解释呢，显示出他们过度的保障犯人的权益，完全忽略了被害人的感受，这根本就违背多数民意的想法，只会让坏人觉得犯罪不用负责，害台湾的治安越来越差。更有人痛批大法官现在对于之前立法院通过的刑法条文设下了重重的关卡，根本就是逾越了司法权，插手到立法院的事务。不过，针对上述的说法呢，也有学者认为，虽然大法官要求的这些是现行规范里面没有的，但是其实近几年呢，这些标准都已经是司法实务上面的不成文规定，所以这次宪法判决并不一定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或改变。而另外一方面，虽然大部分的人呢都非常的生气觉得大法官简直就是变相废死，但长期推动这个议题的废死联盟也同时对于这一次的判决结果表达了很大的遗憾。他们觉得，虽然死刑更严格了，但是大法官保留死刑就没有办法打破仇恨的循环，而且只要死刑还在，政府就会用死刑来回应被害人的伤痛以及群众的种种愤怒。至于到底要怎么样援助受害者、补救社会安全网，避免下一次又出现类似的悲剧，这些复杂困难的议题就又会被忽视。那既然这个结果双方都骂声连连，但大法官为什么还是要做出这样子的判决？有专家认为，这背后可能有很多因素的考量。台大法律系的谢玉伟教授呢，就提到，这次宪法法庭所讨论范围其实只有限缩在37位死刑犯的罪行上面，回避了死刑到底有没有抵触宪法保障生命权的这个命题。那虽然这让很多的废死支持者非常不满，但谢教授分析，他觉得大法官没有直球对决，背后隐含的可能是政治考量。一方面在反对党还有多数民意支持死刑的前提之下，如果大法官的判决见解太激进，可能会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弹。但另外一方面，联合国与国际趋势却又主张废除死刑。如果台湾司法没有作为、没有跟进，我们也会面临不小的国际压力。所以也有一些人觉得，这次的宪法判决呢，其实就是大法官想要在台湾内部的民意以及国际压力之间折中平衡的结果。不过就结果来说，这个所谓的折中，可能大部分的民众还是不太买单。
反观很多的外媒报道都称赞说，大法官在民意压力之下呢，限缩死刑的决定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关于这个混战呢，也有人呼吁或许我们应该要跳脱废死或者反废死的二元立场，试着从更宏观的角度观察这个议题。他们觉得把死刑的议题简单分成了废死跟反废死的二元对立观点，是一种过度去脉络化的想法。举例来说呢，调查显示虽然台湾有80%民众支持死刑，但是如果废死之后替代方案是终身监禁，那其实也有将近70%的民意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呢，虽然反废死的群众都很担心一旦废死了就会无法伸张正义，但支持废死的群众其实也都会强调，他们的主张并不是想要让歹徒逍遥法外。换句话说，废死跟反废死这两个看似对立的阵营，其实也有不少的共同点。因此，他们认为，对于社会改革的重大议题，应该要探究民众为什么选择某个立场，再来讨论大家可以用怎么样的制度与配套措施来改善现状。那以死刑来说，有专家就表示，死刑支持度会这么的高，可能是大众对于社会治安充满着不安全感。因此，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肩负起保障人民安全的责任，强化社会安全网。就连废死联盟自己也强调，虽然他们对于判决的结果感到遗憾，但就算大法官认为死刑违宪，主流民意也并不会在一夕之间就改变。所以关于这个议题的对话跟沟通或者制度的改变，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了包含精神障碍应该减轻刑责吗，或者死刑的标准是什么，应该废死吗等等的相关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在国民法官制度上路之后呢，大部分可能判死刑的案件几乎都要交给国民法官来审理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可能会成为真正决定要不要判处死刑的人。因此，从各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这一次的宪法判决结果真的非常需要大众的关注跟讨论。而相对于过去的释宪案呢，这次宪法法庭的审理其实是一个新的流程，除了有公开的辩论直播，也希望纳入更多不同立场的声音。那当然，就结果来看，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是非常不满意。像我们自己在研究的时候，看到大法官对于死刑提出了各种新的限制，以及可能会让很多目前的死刑犯有机会翻案，真的是很容易会觉得这些消息看在受害者的家属眼里，一定都会觉得很刺眼。而这样子的感受跟不满呢，也很容易延伸扩展开来，让民众觉得大法官完全的罔顾民意，完全活在象牙塔，甚至让民众对于司法更加的不信任。但另外一方面呢，过去讨论死刑存废议题的经验也让我们看到了推动废死的人，他们的出发点呢，也并不是要保护死刑犯，在看似对立的两边呢，还是有共同的交集。因此，我们非常认同专家的建议政府应该要先肩负起保障人民安全的责任，建立大家对于司法的信任，增加对于群众的沟通，减少彼此的资讯落差，就是非常必要的事情。那么也希望这支影片呢，能够成为一个沟通开启的契机。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些地方我们没有办法讲得太细节，所以如果你有更多的想法，都欢迎留言跟所有的人分享好的，那最后我们想来问大家，你支持这一次宪法判决的结果吗？支持这个判决应该算是最温和的折中方案了吧？比反对条件这么的严苛，死刑根本就名存实亡了。所以不知道在哪一边还要再观察一下后续的影响。替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死刑宪法判决。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法院判死的标准以及废除死刑的议题。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